天秤座新年开年呢是以静制动，先静后动，先安内再攘外，或者呢你是以被动后退的一种姿态去前进推进人事关系的。先说一个好消息啊，火星1月7日逆回到你们星图的10宫了，代表着天秤呢不再那么容易被传染，也对应到天秤某种外出的活动，对外的社交会相应减少，更多呢可能是下班后宅家，或者是在某一个地方待着自己琢磨一些事情，算是逐渐结束了24年的一些差旅和某种跑动奔波的一些行程。另外呢，几乎所有的天秤座1月都有段时间会在调理自己的身心健康，会想要把身体调好了迎接新年，或者呢会把健康守护作为自己新年的目标之一。那工作读书方面呢，天秤近期会梳理过去啊，或者是处理跟以前有关的一些事情，比如说做总结啊，也可能是跟旧同事旧东家去联络，或者是重职就业的机会。对于呢25年天秤比较有意思啊，你们会分2步甚至分更多步去做新年计划。刚开始比如1月份的时候，天秤不会定太高的目标，会定一个相对凭自己目前的实力情况就能够达到的目标计划，甚至故意给自己做一些减负，因为此时你们还有一点点没底，没有那么有信心。然后呢，你们会在25年的3月份之后3、4、5、6这几个月啊，定下一步的规划，主打一个不为难自己，实事求是，还是比较客观的一年啊。这也会对应到天秤1月份的一个工作状态，尤其上旬摸鱼的一个心态爆棚，或者是拖延，显得较为被动啊，过得去就行。领导没说要，我就可以拖一拖；领导说要，我再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搪塞过去，或者是有活动别人叫你，你才去。有的天秤呢，也不是说1月不忙，你们也有事情要做，但是可能未必是在忙本职工作，可能是在忙家里的事、你父母的事等等的啊。当然啊，因为吉星金星1月是落在你们的星图的工作宫位，所以呢，天秤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活干的，还挺漂亮的。可能你们使了一些巧劲，或者说过去1年的成绩和努力会给你们做一定的背书，这个时候稍微松懈一下，依然呢，领导觉得你们还是一个努力的员工。何况呢，比起实际的工作，可能怎么样把总结写得漂亮了，对天秤来说1月是更重要的，这可是发布出去让所有人看到的。1月下旬呢，天秤在工作生活当中有一些大放异彩的机会，不论通过什么方法，像这种表演也好，发圈也好，秀也好，出入各种聚会活动也好等等，总之天秤会让人印象深刻，是25年先声夺人的一个星座啊。你们今年过年一定是很活跃的，甚至有出名出圈，受到更多重视和青睐的机会。虽然呢1月不是天秤找到工作或者是晋升概率较大的月份，但是呢很可能1月末啊就有人看到或者是认可天秤的表现了，或者呢你自己在那个时候会比较明确自己未来的目标，也重拾了一些信心，知道怎么样的一些工作，怎么样的发展对自己是更有利的，更适合自己的。然后在2月到3月很可能就会奔赴到对的地方，获得期望的一个结果。那1月呢，人际和感情的困扰相对来说会比较大，天秤需要注意和领导、父母、公婆啊、长辈等等的关系，也多留意一下长辈的健康和情绪。如果你自己是长辈的话，那么就是要注意一下和晚辈、子女、下属的相处。单身的天秤呢，1月到过年期间可能会官宣恋情、曝光恋情啊，但是此时感情不算是进入到稳定期，还要经过一段时间实际的生活相处才会比较稳定。没对象的天秤可能会在各种聚会、年会、社交的场合，或者是有点意外的场合下遇到桃花。有伴侣的呢，本月也要稍微注意一下桃花子女对原本关系的影响，你们都不用别人去发现啊，你自己如果有一些额外桃花，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压力就会比较大，它会体现在你在关系里面就会显得情绪不太稳定。本月争执翻旧账的情形是比较多的啊，就是说你每次都怎样怎样啊，我这一年这么多年是如何如何的啊，但是不会太影响关系的一个大的局面，因为这套套路彼此都已经很熟了，都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，所以有点像是走走过场。财运方面呢，1月没有明显的行运支持或者是打压的迹象，可以说全凭你们自己去把控算账，你认为该怎么花，该拿多少，这个财就怎么样进出，没有什么太超出天秤意外的一个进出。那美容健康呢，天秤注意那个科可以多调一下，包括情绪的一个调节，情绪心态平稳的话，身体的一些问题也会比较及时的能够去改善，身心一体嘛。那要祝所有的天秤座新年抽心止肺，根除问题，重开生面，岁星如意，好运啦！我是爱的范老师，用心理心学活好自己，重新和自我交朋友，拜拜。